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继续上涨，上涨幅度0.64%，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依然看到外围市场美股走在了一个上涨趋势当中。其中日线级别上，我们认为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建立高点38109点之后，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反复行情。反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沙僧阳线之后走出了两根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但是上方依然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昨天这根阳线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沙僧阳线重新复活，认为上方有唐僧阳线走完这轮日线级别上涨的预期。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周线级别沙僧阳线的位置，上方有周线级别唐僧阳线预期。与道琼斯工业指数相对应的上证指数，我们也看到了目前走出了一个反弹行情，反弹行情已经连续走出4根阳线。其中这两根是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上方是沙僧阳线。那么耐心等待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完这个唐僧阳线，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可能会重新回到2950点附近。那么市场当中唯一处在弱势行情的是比特币，我们看到箱体跌破之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调整过程。这里面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我们看到唐僧阴线的表现形式是下跌之后反弹。那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有符合我们 K 线修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逻辑。日线级别下跌吸收完成之后，我们看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过程。那么我们看小时线级别，这里面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合并 K 线，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这个位置是悟空阳线。1月24日凌晨4点，这个位置是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组。目前所处的震荡范围是八戒阳线组。我们知道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呢，当前位置也可以理解成是沙僧阳线的一个震荡过程。那上方可能就会走出八戒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我们看到美股持续上行，A 股市场持续反弹，唯一弱势的比特币就存在背离，存在补涨的需求。我们认为比特币可能会完成它的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从而回到箱体内部，到达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能够所触及的41500美金附近，也就是箱体的下限下边线位置这个区域上，从而回补急速下跌形成的一个筹码缺口。同时呢，对于比特币来说，在周线级别上仍然是一个上涨趋势。我们看到23年1月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周线级别上涨。那第二个阶段上涨是周线级别在6月19日这周走出了一个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然后后面一组干扰性 K 线之后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然后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仅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就被消灭掉了，被空头消灭掉了。但是呢，目前仍然是一个上涨趋势。在这样的趋势当中，其中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没有经历调整过程，所以呢，目前所做的一个调整是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走出了一个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是周线级别上涨之后的日线级别的调整。有没有可能做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呢？目前来看是有这样的概率的，因为我们看到48969这个高点出现之后，在箱体内部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阴线，然后走八戒阴线，下方是有机会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但是这个概率并不大，因为我们认为一轮牛市行情它做出的调整过程往往是周线级别上涨、日线级别调整，然后再度完成周线级别上涨，再度做日线级别调整，直到行情走到最高点之后，对称性的像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69000美金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对称性的周线级别的涨跌，这是一个见顶的信号。那么在爬升阶段，
它做出了调整，虽然非常恐怖，下跌幅度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啊，高点到低点已经有了21%的下跌幅度，但是呢，我认为它做日线级别下跌细油调整幅度已经足够大了，因此呢，我们并不看好它能够做周线级别下跌细油调整，有更深度的周线级别下跌调整啊，所以呢，这轮行情我认为它做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油调整，目前到达38000点、37500美金附近。到达这个位置就遇到了前面行情当中23年11月份这个爬升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位。我们看到低点也刚好打到38555点这个位置，筹码密集区附近啊，因此呢，这个位置存在支撑，行情在38500到37500这个区间是有可能重新建立一个台阶，然后修复上涨，回到箱体内部。最终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上方这个箱体内部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会由一个角度较大的这个口向角度较窄的开口运行，最终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会酝酿一个多头的趋势，最终呢，我们会见证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油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这个过程。昨天我们看到一个热点币种 PROM 突然出现50%的上涨。通过调研，我们发现 PROM 是一个俄罗斯的项目因为昨天美国军舰被击中了一辆，所以呢，战争因素更多的偏向于俄罗斯的项目。俄罗斯项目也是受 CZ 看好的一个项目，所以呢，在19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PROM 上线了 Binance 平台。本轮行情我们看到 PROM 这个项目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成交量。下方巨大的成交量，同时伴随一个巨大的阳线，那这根阳线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认为是一个悟空阳线，也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上涨阳线。有了这个标志性的上涨阳线之后，上方是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但是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经常出现这种上影线非常长的，容易出现回调的 K 线，所以呢，对于这种急速上涨之后，要耐心等待它经历一轮调整，才有可能走出一个很好的上涨结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和小时线级别上，它做了一个符合我们 K 线细优战法逻辑的，特别是在15分钟级别上走出了一个平台，并且呢跌破这个平台期。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跌破平台期，在15分钟级别的44日均线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支撑，这个焦点位是容易吸引 K 线上涨的。所以呢，如果能够顺利通过这个焦点上涨至$7.7上方之后，如果上方能够形成4次的等位置的位于$7.7的波峰，将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如果形成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那么还有机会形成日线级别的8节阳线，最终呢可能会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油。我们通过调研PROM 历史高点是大概在$60附近，因此呢，当前$7.5估计还有10倍以上的上涨空间这个是一个交信面发的利好。同时呢，我们通过调研发现 PROM 也有一些游戏方面的合作，它本身是一个 NFT 项目，也是今年比较热点的一个项目，因此呢，可以对 PROM 进行一些关注。通过热搜榜，我们看到排名第一的是 ALT， 那 ALT 是刚刚上线币安 Binance 平台的一个次新币种。我们看到本轮行情每周都有通过 IEO 上线币安的一些币种，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币安币。那币安币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它这个位置存在一个200日均线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如果能在200日均线站稳的话，上方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空间币安币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存在很大的空间。会让 BNB 相对于 USDT 有一个更好的上涨趋势。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 BNB 处在一个箱体的结构范围之内。那这个箱体我们可以通过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前面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刚刚到达周线级别144日均线附近，这个位置是落后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所以呢 ，BNB 一旦出现上涨行情，我认为会很快到达$450附近所以呢，目前对于资金面非常良好的 BNB 要重点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